Nemo AI 眼镜啊，今天我刚收到，它的整个包装很轻啊，刚才我称了一下，大概150克不到一点啊，所以可以想象它整个眼镜就更轻了。表面是弄了一些手绘素描的这种设计稿的感觉，后面有一些参数。它定义它自己产品叫 AI 光学眼镜，型号是 NC11啊，防水等级是 IP54。现在开箱看一下。这里也是一个 Nemo 的标志啊，然后打开了之后，它是布袋装的一个眼镜，一本说明书，底下配件 Type-C 母口的一个充电线，顶上是2个磁吸的充电口，还有2对鼻托，应该是备用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奶白色的一块眼镜布，这个是眼镜，它包装就这么个布袋。按照官方的对这个产品定义啊 ，AI 光学眼镜就是一个近视人群用的，所以日常基本上是不用拿下来。去放在盒子里，我们来佩戴一下。整个外观可以看一下，现在是正面，就是我戴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可爱的感觉。这个镜框还是男士、女士都会合适一些啊。侧面镜腿直接这么一个小铁片过来，这边也是钛合金的末端，这里是会有一点点碰到我们的耳朵的这一块加长出来的塑料部分啊，就不是直接接触的金属部分。这也涉及到镜腿后置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再戴这种类型的，就像豆包一样的蓝牙耳机的话，包括听障人群的人工耳蜗什么的，会有一点互相的干涉。我这个耳机还好，只是把它略微抬高了一点，稍微会影响一些它的佩戴稳定性。末端是这么个状态，往外两边翘出来，最明显的就是两边的光机大小很小，因为它是用的诺士的 0.03cc 的一款 Micro LED 的光机。它这个光机大小，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同样两边没有摄像头的，像 Starry Air 2，它这个光机就是传统的那种单色的 Micro LED 光机，整个光机体积就可以看到，侧面就明显一些。整个镜片你可以看一下，可以透过现在看我这个眼睛这个部分，透过率还是很高的。Nemo 它的外观方面有一个优势的，它的正面是有一定的弧度的，类似于这么一个角度啊，不像之前的。光波导眼镜就是很平的一块，带来的无论是佩戴上还是外观上都会更自然一些。包括它的正面反光，2块都是同一个角度，我们很可能反光的时候2个眼睛同时冒光，就类似于那种柯南的眼睛的那种既视感。包括它的后视镜效应就更少一些，因为它更多的是反射我们本身人头部的这种状态啊。还有它的侧面的倾角是更大一些。这么设计是会更多的控制它的漏光角度。整个它眼镜的重量我们来称一下，单独眼镜是34.5克，前后配重23.3比11.1。它的一个铰链的调节范围默认是这么一点，最大是这么。你如果再用力调，依托于镜腿自身的弹性，而不是说像有一些眼镜可能你拉大了之后，它会造成镜框的变形。那 AI 眼镜没什么问题，但是 AR 眼镜涉及到光波导的一个合相，如果这个镜框强度不够，会造成它的形变，引起我们佩戴的不舒适啊。整个眼镜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哪些组成。鼻托它是安装在镜框上的，挺硬的，不怎么支持自由调整。近视片你购买的时候，它会定制是周围一圈给它用胶水给它固定，这个应该是已经贴了平光片了。它的近视是支持最高正负1200度的那个远近视啊，这个还是很强的，因为很多光波导其实不支持远视的。目前官方店 1.6 折色率的镜片都是定价2499，定制 1.67 的它会增加到3398， 1.74 的则是3798。它特别提示了一下，就是定制商品是不退货的，不支持渐镜片啊，包括其实平光款也是不支持退货的，因为平光它也需要厂家在内侧去贴一层平光的就卡入的，所以官方的29克的重量我估计是不含这个平光片的。墨镜片方面，厂家也有规划做夹片式，或者说直接把里面的平光片做成墨镜啊。短期有这个需求的话，只能看第三方配件了。它的镜身是没有开关的，应该是霍尔开关，关闭镜腿是关机，打开镜腿是开机。它这个铰链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弹性的结构，到顶之后它这里就挡住了，整个就会依托于钛合金的这一块的弹性来进行头部的调节。它两边有2个金属触点，
就是触控区域，包括它单击、双击都能识别。目前我感受上就是触控不是很灵敏啊。底部左下角是有一个自动亮度的光感，右边一个孔是麦克风，整个进声是只有这一个麦克风啊。我还有点担心眼睛的一些翻译、收音的一些效果，所以待会儿我实测一下。后面就是这部分，两边左右对称的，可以看到钢壳电池 3.85 伏70毫安时，这是一些芯片 FPC 啊。整个进声其实防水能做得很好，但是唯独就是铰链位置它有个 FPC 凹在里面的这个位置，这个充电方式比艺文的要好一些。虽然它这个结构是用到那种介质的充电器，就整个充电的稳定性还可以，也可以进行一个盲操作的，比如说一个挂脖的充电宝，我就直接这样盲操作就可以把它给充上去了。快速拔进腿或者是 Type-C 扣也好的一些充电方式，我们还是需要把眼镜给拿下来去充电。所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充电效率，它充电的全程都能保持在 1.5 瓦样子，所以它的充电速度是很快的。也仅仅是在进入到 99% 的时候，进入一个涓流充电的状态，充17分钟就能充 60%，20分钟到 80% 样子。我现在测试一个极限的用电情况，我就把它自动亮度给关掉，把亮度拉到最大的1500尼特入眼，去开启它的新闻阅读界面。它新闻阅读界面一共有4行字，都是全亮的状态啊，它这个画面占比还是最大的了。我实测它这样子半小时耗电是 50% 样子，当然这个是比较极限的情况，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仅仅是会出现在譬如说正午的阳光下，我们如果把它设置到自动亮度，它是会调节到这个最大档位的。那我室内环境下，譬如说我现在提词器的界面，现在自动亮度大概是 10%， 我们测试一下半小时的耗电情况。那如果说仅仅是看个通知提醒之类的，那我觉得官方宣传48个小时是肯定能达到的。眼睛的存放过程中，我把折叠镜腿放个12个小时，它电量是完全没有变化的。目前眼镜使用过程中没有一个低电量的提示。这一款应该是目前消费者端第二款带体全息光波导的 AI 眼镜。第一款就是这款 AR99， 当时999元预售价，原始定价是1699，是单眼显示的。它同样采用的是尼卡光学的一块体全息的光波导。我之前的有一期摸视频里面是把它作为类比，其实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白纸上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AR99 整个出瞳的阴影区域是偏中心区域一点 ，Nemo 是在上方一点。看内容相对来说会比 AR99 要略高一些。Nemo 它定位上是以一个通知的功能为主，所以它相对来说显示会偏上一点。漏光情况，像我现在是一个提词器里面有个界面的。亮度是调整到自动亮度，我对的是一个发光的灯，其实它里面亮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对着镜头，包括我一定的角度范围内，基本上都是看不到里面明显露出的绿光。当然，如果说我此时把它的亮度给它调到最大，是可以看到漏光的。现在是重新进入到最亮的状态的提词器界面，这样子是可以看到里面字的，对不对？这是最亮的亮度了，是这么个角度。所以体全息并不是说它完全就是不漏光，而仅仅是代表它相同亮度下，你人眼看到的这个亮度下，它相对应的漏出去的光会更少一些。那再加上它一定的角度控制，包括自动亮度调整这些策略，所以让整个漏光表现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有一个情况还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你人眼看到它的光，它必然会把光给投到你眼睛上，所以晚上的时候外面去看，你的眼睛肯定是冒着绿光的，这个是自然规律，没办法，因为它毕竟是要投射到你的眼球里面嘛。但是这个也是可以适当避免一点，它晚上的自动亮度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环境光，比如说路灯之类的，它就会调到 5% 到 10% 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能够看到它的光路，包括它这个绿光这种感觉的。
亮度调整还是比较保守一点。晚上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动亮度这个功能去关掉，把它的亮度手动调最低。这个时候，别人基本上也感受不到你这个眼睛里面的。说到自动光感，它的反馈时间大概要6到7秒样子才会体现到我这个眼睛显示的画面。所以它这个策略是更多偏重于那种，比如说环境光线频繁变化的。打个比方，如果说对面一个车光一照，我们就马上就很亮，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也有一点担忧，譬如说我快速的骑着车，开着导航的时候，从外面亮的户外突然进到一个隧道，那这个时候它没有这么快按下来，会有一点安全担忧。整个镜片刚才也看了，透过率很高，但是它为了显示画面的亮度的均匀性，它其实是在上面做了有一定的阴影。那带来的问题，首先我们正面外观上，你看我的时候，虽然整个镜片就很通透了，但是在我上眼皮这里还是能看到类似一点黄色的这种感觉啊。那再一个，如果想透过这个画面看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是有一点暖色调的。有一家搞黄色的企业，当时说他们镜片是有护眼功能，其实就透过光波导去看现实世界是有点暖色调的，也是顺带有一定的过滤蓝光的作用。当然，如果说你整片区域都是看过去都黄色，那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关键问题是它上面1/3是黄色的，下面2/3又是正常的原色，那这个感觉上就有点割裂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透过我们上面的触瞳区域，我们去看一些手机或者电脑，它还是会有那种拖影的现象。但是因为它这个区域在上面，正常我们拿手机或者是在桌上办公的时候，其实对下面是没有影响的。彩虹光感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我是有整天去佩戴，譬如说早晚的天空亮、地面暗，或者说正午的时候它太阳光直射，以及晚上的时候灯光射灯依然会在里面产生一些彩虹光，只是说它这个彩虹光块有一点雾状感，整体我感官上跟表面浮雕的眼色光波导的眼镜感受上是差不多的，整个它的显示的亮度还是很不错的。我拍摄的是正午的阳光下最高亮度的一个画面，的确亮度是足够用的。如果说它的亮度跟环境不是很匹配，比如说它过亮了，它会有一定的鬼影情况，包括它体全息的话，它自身也有一定的光雾的那种感觉，像你白天这种环境光跟它的显示去自动匹配的情况下，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它整个显示的分辨率是540×280，相对于市场主流的0.15cc 的光机啊，640×400是要略小一点，它的 FOV 为28度，但它整体画面呢，为了显示的比例，包括塑像调节能力啊，是做了一定的裁切的，所以它实际的 FOV 我估计就20多度样子吧。当然，这些参数对于通知提醒啊、导航、文字图标这种用途，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的。设备延迟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说艺文的，它是左边镜腿有一个什么艺文 G2L， 是右边什么艺文 G2R， 手机端就会连2个蓝牙。Nimo 它自身先同步一下，再统一 Nimo 这个蓝牙的方式再去连接手机，这样子就带来一个好处。如果说我显示的内容比较多，特别是像提词器界面，像艺文偶尔会遇到两边延迟的这种情况，造成我们看东西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目前它右侧触控是支持单击来点亮我们的看板的，此时在单击就会进入右侧的面板，双击返回。点亮面板之后，可以通过设置语音模式，比如说尼某同学，或者单击左侧触控来进入 AI 助手。我们可以用 AI 助手的语音的方式去调用一些功能，比如说导航到哪里，或者说打开通传翻译。那对于这些功能，目前是没办法通过眼镜端的触控去打开的，主要是为了保持一个界面的整洁性，只是去打开这应用的方式有点繁琐了。AI 助手更多的是问答式的，不是主动式的能力。譬如在后台候着，听到你说出什么知识点的时候，它会跳出来一个解释之类的功能还没上。眼镜端主界面目前没有类似于竞品的那种景深差异的菜单，它的整一页都是在一个平面上，它显示的高低啊、远近是可以进行调节的，但是它调节之后是整体统一的，就没有区分说翻译、导航这些不同的用途的，因为这些用途情况下，其实人对焦距离要求是不一样的。期待是后续能够上这个功能。刚刚我以眼镜的固件升级了一下，大概1.7兆的整个容量。
2分钟样子，这个升级速度比译文的那个10来分钟的要快多了。这是 Nemo 最新的一个软件界面，色调是更倾向于紫姜原色的风格，所以看上去更清新自然一些。上面它是有一些快捷模式，包括息屏模式，相当于完全不显示，让眼镜完全作为一个普通眼镜去使用了。抬头显示，我们可以抬一下头，开启之后它会有一个看板。看板的设置是在这里，左侧面板它主要是有2个功能可以去切换，一个是天气，比如说我现在无情区的一个天气，一个是健康，它主要是提醒一个步数，包括走的卡路里，完成的我们的目标。右侧边板是可以设置的功能，包括地图定位、新闻、待办事项、备忘录跟股票，这些可以去设置，也可以这里预览它的效果。就比如说我现在是股票，它就会把股票的一些界面给显示出来。可以在极简模式的设置里面把它设置它看板里面就只显示左边的部分或者只显示右边的部分。这是自动亮度，包括手动的亮度调节。功能上导航它是有3种模式，步行、自行车、电动车。眼镜里面它是有2个模式的，可以是极简模式，也可以是小地图的距离时间的正常模式。它其实有一个抬头看板的，当我们抬头之后显示的会是一个大地图，整个线路的总览。翻译是很多朋友关注的，毕竟谁都想带着一个别人察觉不了的神器。它能支持的是同声翻译跟对话翻译，目前支持的语言类别是13种，不过它们互译的对应关系不是1对1的，目前也没有离线的翻译。单麦克风对于降噪的控制的确存在劣势，特别是我在户外走动或者有一点风的情况下。我之前有使用过很多次，包括跟我老婆去散步，包括早上送小孩子去上学，这些情况下，收音的整个准确率，就是他人可能距离我1米样子，正常的说话声音，大概在50%样子，室内环境会收音效果会好一些。包括我把手机麦克风给指向对方，靠近对方，这样子整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厂家呢会测试结合眼镜的麦克风加上手机麦克风这种双麦协作的模式来提升准确率。不过我感觉目前状态，麦克风对于语音速记这种功能还是很合适的。我是会随时去记录我就使用眼镜时的一些感受，速记之后的内容它也可以做一个 AI 总结。但是目前它是没有一个整体的搜索功能。譬如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我想回忆起来，那只能去通篇的去看，就不能去单独的去找。如果后续有这个搜索功能，再结合电话或者微信通话的这些字幕功能，也是把它给融合进去，那整个就可以作为一个人生记录器了，方便我们后期去做复盘也好，去做记忆搜索也好，这一定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需求吧。提词器目前支持的是200K 的 DOC 文件 DOCX， 包括 TXT 格式。我很好奇，就是带图片的 DOC 文件它会怎么显示？实测就导入图片的文档，图片它是不显示的，只是提取了其中文字内容。目前文件只支持 Nemo APP 通过导入存储在手机里的文件才行，希望后续是可以通过各种通讯软件，从外部软件去打开的方式导入。此外，提词目前仅支持 AI 跟读能力。我测试了一个文稿，会出现相同内容的时候它跳段的问题，或者跟着就不跟的一个情况。目前它是没有手动控制方式的，譬如说我们通过眼睛的触控，或者说手机端的 APP 的触控，或者说音量键，那最好就是音量键，因为很多戒指也是可以支持音量的方式去控制它。当然，对提词用途，如果说我一直是盯着这个界面在读，可能给人感觉有一点翻白眼的那种味道了。虽然我已经把画面给调到最底下了。关于 Nemo 这个眼镜的购买建议，如果说你是一个远近视的用户，包括想体验一下高科技的智能穿戴设备，特别是日常日理万机的商务的精英，也不喜欢时时刻刻去拿个手机看，那拿它作为一个通知提醒去过滤一下重要信息还是蛮可以的。还有包括语音速记，看一些日常的安排，再包括你的股票走向，都是很合适入手的。毕竟这么隐形外观跟舒适度的智能眼镜，加上它不错的价格，我觉得的确可以入手。那如果你的工作生活是需要翻译提词，像听障、语音字幕的这种生产力的要求，考虑到目前翻译的户外准确度，包括提词器的自动跟读的准确性，以及它视野较高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有待厂家去进一步优化吧。那今天我对 Nemo AI 眼镜的体验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